南印文出了名的艰涩，你就算把字吃了，该看不懂还是看不懂。是文字就有来处，没准多描几遍就茅塞顿开了呢。哎，罢了罢了，既然你饭菜都做好了，先吃饭吧。我什么时候做过菜了呀？这不是饭菜香吗？李大哥，你之前发明那几道菜我也学会了，你看看对不对？你怎么了？我想跟李大哥学厨艺就来了嘛，很奇怪吗？学厨艺不奇怪，跟李莲花学厨艺很奇怪。这苏姑娘脸上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那真是太好了呀。我义兄的青玉复原膏可是天下一绝，疤痕嘛，自然是留不下来的。李大哥，嘴上不承认，心里果然还是记挂我了。你小姑娘家的，不要想太多。门口的狐狸精断了条腿，不也得问问吗？反正我义兄最近忙，我就在莲花楼多住些时，好好跟你学做菜。我们最近呢刚有急事要查，只怕没法招待你。不就是查南印名字吗？你知道？他在桌上划了那么久，我又恰好认得，就知道了。这名字叫什么？哼，不让我住在这儿，有问题倒急着找我，那可要看我乐不乐意回答。哎，谁啊？啊，苏姑娘莫怕，这位呢是南海派的阿飞，是我的仆从。啊，也是我小弟，他只吃米饭。怎么还戴面具啊？他呢脾气差，所以戴面具支持煞气。哦，哎，苏姑娘，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呢告诉我南印文，以后这个莲花楼任你住。真的，不许反悔。不反悔。哼，本姑娘可是万人册的孙女，既是李大哥一直要查关于南印的事情，我呢就找爷爷学了学。虽然临时抱佛脚，可是认个名字嘛，也不难。那这个人叫什么呢？金半山。姓金？元宝山庄。我第一次知道这儿竟有处花园。南印拜草木为尊，这花园应该就是他的祠堂。故显足考金宫半山之神位，这应该就是金半山的牌位了，他就是金满堂的祖父了。这其他牌位上的南印文，应该就是来中原前的金家先祖。10年前、10年后，一切都和南印有关。刘瞎子提到的毁天灭地的南印秘宝，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。那这秘宝又从何查起呢？你看那里。这是南印邪神碎眼啊！这左手上拿的应该是无心环，右手就是修罗草，那这头顶上又是何物？染乳之躯，屈我之魂，祭我碎眼，业我焚天。染乳之魂，这不就是金满堂冰片上那一句“业火焚天，毁天灭地”的秘宝？那么指的就是邪神头顶上这团火，或许就是南印3大秘术之首——业火藤。业火藤，那是万古之王，邪术之首。当年南印的先祖就是因为得到了业火藤，所以他们才耗集了千万的邪兵，去灭了西南七邦，创立了南印。别是神话传说吧？怎么可能？我爷爷的笔记从来不记没来由的东西。让我想想，业火藤，当时爷爷给他的标注是“非人间之术，乃万恶之源”。这玩意儿可邪门的很，只是近100年来都没有什么人提起过。我以为它已经消失了。南印以草木为尊，捧得最高的业火藤，名中有火，火克草木，想必南印人
对其是又近又怕呀。乘着业火藤的鼎，应该就是罗摩鼎了。